欢迎收看邀约评测特刊，我是蝙蝠云。作为 Chaos 漫画系列的第二个产品，黑暗骑士归来的蝙蝠侠也终于交卷了，咱们看看什么成绩。包装规格与本系列的超人一致，荷兰版表纸的小天地盒，外盒表面的覆膜调整成了触感膜，为这个包装增加了点油润的手感，也让这个黑的显色更沉稳也更吸光。峰会的设计和同系列的超人有照应性，处于下位的蝙蝠侠欲要迎击暴怒的超人，飞溅的鲜血刻画战况惨烈，人物动作也明显是原作中有代表性的亮相造型演变而来。黑底白墨的作画也是弗兰克·米勒惯用的艺术技法，都属于比较能带动原作共鸣的设计元素。暗夜一景的称谓明显是第三方厂商的擦边球，这擦的已经相当大胆了啊！上半句拿出来直接就能当黑暗骑士用了。盒背相当于是原作画面的场景扩写，在扩写的同时还把罗宾请下去了。作为黑暗骑士归来故事的主角，品牌方是选择了后发作为系列的第二款产品推出。在一众黑暗骑士归来的产品规划里，蝙蝠侠登场算是非常晚的了。这一系列的呈现方向都是比较统一的，融汇漫画元素和写实风格的人物形象，这和原著的创作思路是比较契合的。偏向写实甚至超写实的作画和电影式的作画分镜，就是作者弗兰克·米勒想要呈现的。只不过米老师这个画风和技法在观感上让写实来的不那么直观。这次产品的披风是分装的，那咱也就先不装，先看基础框架。作品的形体和之前发售的超人基本雷同，也是使用了爱德玛系列素体的结构框架，并在其基础上做了微调。相比之下，蝙蝠侠和这个素体的契合度更高。特型素体它几乎是大小臂一边粗，且都缺少线条和肌肉刻度的情况下，导致手臂的对比感、线条感和分离度都弱。而蝙蝠侠因为有臂甲的存在，它可以利用臂甲的交件为小臂做二次塑形，相对的填补缺失的肌肉线条。而因为靴子和臂甲它都是套筒结构，怎么着它也存在一定厚度，会导致这个较粗的小臂和小腿再粗上一圈，上半身小臂比大臂粗，下半身小腿比大腿粗。不过放在这个题材黑暗骑士归来蝙蝠侠身上，它就有契合度。一方面这种下粗上窄的感觉在视觉上并不直观，配色占便宜，黑色它就是有收缩感显瘦。而另一方面黑暗骑士归来中蝙蝠侠和超人的形象虽然在框架上他们都无比强壮，但呈现重点上是不同的。超人在原作中无数次的亮相特写都在表现他依然健美的形体，饱满的肌肉和有刻度的线条，而强壮的蝙蝠侠则是敦实、臃肿而笨重的，不再是曾经的傲人形体。再配合上这个偏大的脑袋，不怎么夸张的头肩比，对于整个人物外观的刻画是比较成体系的，一个极有压迫感的巨熊一般的老逼灯。这一形象是为数不多的硬件，像臂甲上做的极其轻微的皮质纹理、褶皱和刻意在建模上体现的缝线位，以及从手套到臂甲的扫涂色，模拟真实材料的效果，在观感上都非常扎实且真实。手型和臂甲的套筒衔接非常得体，表现上十分完整，也更接近漫画里长筒手套式的一体结构。刃刀是光滑的表面点缀有限的划痕，表现硬料和臂甲区分。黑暗骑士归来标志性的多功能腰带，从前到后一圈包，没有带蝙蝠 logo 的腰带扣，实用主义派嘛，增加携带空间。在建模上制作的是这种偏鼓的腰带，因为人物极其高大，所以驾驭得住。且在一圈的行动包上制作了不少的差异化，每个小包上也都有比较细致的涂装处理，扣、钉、环的金属质感和包身的配色少量的做旧处理上都颇具真实感，且颜色沉稳不跳脱，契合作品的主题。带有写实笔触的黑暗骑士归来头雕表现上依然是可圈可点，构建上能从这大方脑瓜子和这塌鼻子上看到 BVS 电影设定集中的蝙蝠侠形象，应该是在制作中有受到这一框架的影响。 BVS 蝙蝠侠战衣的灵感来源就是黑暗骑士归来，作为黑暗骑士归来的玩具，相当于是借鉴黑暗骑士归来的作品，再形成了一个黑暗骑士归来。这也算由漫画制电影再由电影制玩具的3次投射吧，反正肉最后都烂在这一个锅里了，也算合理。而且 BVS 设定集的头盔形象也并没有成为这个作品的绝对主体，只是元素之一。头雕的涂装从面具的质感到肤色纯色以淡淡胡茬的处理，在这个尺寸之下都称得上十分精致。且头雕表现的最大亮点依然是微表情，这个金鼻子、眯眼睛、撇嘴的神态和配合人物面容投射到面罩上的皱纹，能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个人物的偏执
和仿佛怀怒未发的烦躁，让这颗桃的情绪张力是十分饱满的。那么框架区域的核心问题主要有这么几个，最核心的就是这个底衣的配色上，颜色太鲜亮也太浅了。从上到下的硬件部位在配色上都有写实化的处理和质感化的涂装，而底衣这个过于卡通的色调，让整体融入的这个写实笔触都不够成体系。且原作中的这个底衣颜色上也始终都是比较灰暗的，这才能比较契合原作中黑暗压抑的氛围。而当前的配色就显然是既不还原原作，也和产品本身的体系风格不够搭。以及还是超人的遗留问题，就是这个螺纹布材质的紧身衣，它材料上过于轻薄的同时也过紧，常态下人物躯干上能显露出比较突出的人物腹横、腹直、腹斜肌，这个线条的分离度和四肢的臃肿感是不太契合的，且在互动上也极易穿帮，人物可能只是稍微侧身，腹肌可能就歪了，衣裳褶子也出来了，素体的切尾弧也暴露了。可以在其他位置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有限的把躯干上的缝位稍作调整，让它稍微宽松一点，观感和互动体验都会协调不少。再有就是头盔的延伸，这个作品是把头盔制作成了偏向电影 BVS 那样的风格，是一个延伸至斜方肌的整体。它制作这一结构的主要因素还是为了固定披风，所以更多的应该是让它的存在感越低越好。当前的存在感过强，尤其是最前一块的舌头，它几乎要和胸标相连，如果装上披风，这种情况还会更严重，相当于是破坏了这个人物唯一一个特征标志的外观。当前虽然可以通过这个螺纹布材质的柔韧性把胸标有限的往下拉一拉，但是腹部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堆料，所以在制作上这一块的考量是欠妥的，应该减少舌头部位的延伸，并把胸标的位置稍微下移，会让这两个位置的表现都更连贯且更独立。这次作品是配备了双披风，这是值得肯定的，配合静态或是动态的造型都有独立的对应配置，肯定要好过模糊化的1配2。这个有直铁丝的造型披风，材质是超纤皮，尺寸上相当巨大。这个披风在设计上比较特殊的点在于它的裁剪，并非是一个相对规则的扇形，而是个2翼肩长，中间缺一角的燕尾。这一设计它确实有原作依托。黑暗骑士归来漫画中有不少表现披风的镜头，都是2翼扯开，像一把大剪刀一样，仿佛这个人穿了2件披风。这只是原作的艺术化表现，并非他穿的披风真是这样。但是这样的镜头用常态剪裁的披风，它确实还原不出来。而作为一个造型披风，能让它更加特化的完成形象的某些原作艺术化表达，是非常棒的设计思路。也能借由这个小设计，让作品和市面上一众的同题材产品保有一定的差异化。且这样的设计它不极端不烦人，因为它缺这一块在中间位置，且披风的尺寸较大，面料本身就是有余数的，做常态的翼展或是半翼展化造型，都是可以让这个缺口不可见的，甚至可以让这个造型披风承担一部分垂感披风的使命。因为中心位置缺一角嘛，在做垂感造型向内堆叠的时候，还能让中心位置的余料稍微少一块。这披风的想法构建非常好，问题呢，基础配备。哎呀，回回难点不翻车，基础点翻车，你这可咋整呢？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舌头位，它构建的并非是和战衣服贴的，而是做了一个凸起并向下凹的钩形。最前方位置是披风的边沿嘛，且存在一条铁丝儿，它相当于是利用这个位置想把它压住卡住，但是因为这个材料是软胶的，这个东西的出模它并不稳定，所以很直观的就能发现它并没有发挥它的作用。需求应该是这样，但现在它明显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累赘，会导致2个问题。其一是胸前位置明明披风不厚，但显得十分臃肿，因为这舌头成为了一个凸起的疙瘩。而另一方面，披风的边沿直铁丝的位置，它的植入口和缝线口在这个中间，所以这就导致它该挡的地方是一点没挡上，人物只能在被俯视的状态下，观感上才是合理的。就平视或者仰视，这个位置都会有一个亮色的点儿。想多了，它不需要留这个虚位，在建模上不用考虑这披风，直接让它压到胸前。铁丝本来就很薄，利用这个材料的柔韧性就足以驾驭这个空位了。且这个画蛇添足的点，它的影响不止于此。咱们接下来看垂感披风。造型披风单从设计思路和披风本身的表现来讲，2个字：优秀。垂感披风2个字，毛病太多，咱一个个说啊。这谁选的料啊？这是啊。这个材质纹理适合这个比例，适合这个角色吗？黑暗骑士归来是典型的漫画蝙蝠侠战衣，也就是头盔和披风是一体的，它俩应该是近似的。那现在表现这是啥呀？这个光感加这个大鳄皮纹，
设计倾向是啥呀？老蝙蝠穿花衣呀？这土裁出的大花袄跟蝙蝠侠有啥契合度吗？按照官方的玩法，这个披风应该是套在它里头那脖套以外的，就是想表现原作那个面罩和披风是一体的那个结构嘛。但是，一方面这俩质感差距太大了，完全不是一个画风，完全联系不到一起去。而且另一方面，这披风没做脖子，想要这样制作的披风，它一定得做一个长脖，和头雕有一定的衔接感。现在这拆3段，1段、2段、3段，它就完全没有整体感。且虽然披风的皮纹夸张了，但是除去这一元素，这个披风的选料是很不错的，轻薄柔软又有垂感，但是垂感也完全没表现出来，尤其是胸部以上支了八翘的。那又得说到头盔托下边的设计，它是支棱的，就导致人物胸前这一块在披风的时候是鼓溜的，核心区域位塌一鼓，后边怎么样都白扯，所以观感上像在这人身上搭了个帐篷似的。这披风背面如果谈不滚胶不上浆的情况下，就这黑色的牛奶丝，它跟人物都是有一定契合度的，但是想翻过来用也不好使啊，它翻过来有风味。那么按照非官方的玩法，把这垂感披风压脖套底下，也没好多少吧，这花衣上的观感还是实在太扎眼了。且这个垂感披风它更多的就是服务于刚才那个造型做的，所以前面这块它明显是有富裕的，放在当前这造型上就不合适，相当于是有废料，即使把披风都堆到肩膀上去，也能看到有一块无用的冗余。由这披风和披风衍生出来的配置构建0分。配件栏里最具关注度的肯定是真人头，真人头是制作了与其适配的脖子，让形象更接近剧中的摘面罩造型，还有胶件对应摘下来的面罩。说真人头之前，先说搭调真人头的配置吧，问题挺大。其一，披风为什么没有制作连脖的？那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形象，让那个独立的肉脖子配件它有一定的价值。那这个面具的胶件做的太失败了。这一时期蝙蝠战衣的经典结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戴帽兜的斗篷，这个蝙蝠侠的面具就是那个帽兜，披风和它是一体的。而这个结构帽兜在摘下去的时候，颈部的两侧会堆料，颈后也可能堆料，就是颈前不应当堆料。但是现在的表现，后边堆料少，侧面堆料少，都堆前面了。当然了，作为一个漫画形象，可以有一定的夸张化处理，但是前面堆料表现上完全是负面的，一个独立的配置，肉脖子露不出来了。且这堆料太宽太厚，表现上像人物戴了个围脖一样，且不论是跟头雕还是跟披风都没有融入感，它仨各呈现各的，像分别从3个产品里挪用的东西拼一块了。所以相比还原原作造型，这个没有原作依托的修整造型反倒显得更工整。肉脖子和这素体上存在的巨大斜方肌，观感线条上是比较契合的。且虽然没有原作依托，但漫画中披风和面具是一体的，脱掉披风就是这个表现，所以造型的存在至少合理。这颗头依然是涂装的水准很高，在兼容肤色、胡茬、老年斑一类的表现都很工整，且颇具细节的头雕依然显得很干净。在如此小比例的情况下，牙齿的表现也颇为细致。但是这个头雕它就有2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一是发色的渐变处理上不够理想，整体想表现的发色是一种黑白交错、半白不白的感觉，也以此来体现人物苍老。后面头发的表现，不论是建模还是涂装都颇为工整，但是前发的颜色稍浅。我能理解它的设计意图，是想用这个偏浅的发色和偏弱的发际线涂装，表现这个老人头发稍显稀疏、有点拔顶的那个感觉。但是经过出货前的一次调整之后，处理上依然不算理想，颜色上还是有点浅，能反出跟肤色相同的底色来。所以从正面看，虽然能感觉到这个角色头发的稀疏，但是它有点不像斑白的黑发了，更像是泛白的金发。另一方面就是这个头的情绪呈现不顺。从肌肉走势来讲，这个人物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表情、强情绪的，但是眼睛的处理没有跟上，导致这个呲牙咧嘴、横眉立目的形象，眼神十分清澈。而且这个头雕是有原著参照的，它参照了原作的表情、原作的面部走势，就是没有参照原作的眼神。如果这个人物表现眼神是往上翻、仰视的这么一个状态，情绪张力上就顺了。应该是表现一种激烈而又被压抑的愤怒。当前它不顺就不顺在观感上，这个头是下半脸怒了，上半脸没怒，情绪上就有比较强的割裂感，很难让玩家带入进去。这个头雕的观感不佳，问题还是比较致命的。这个作品是双头雕，且头雕是不同属性，面具头和真人头互相之间不存在可替代性，也不存在其他多元化头雕配件的中和，这就导致这2颗头在作品中所占的权重都非常大。有一个头是短板，会让作品整体表现的丰富程度弱上不少。其他的道具类配件
还有原作《游乐园追击战》中蝙蝠侠使用的腿部悬挂带，悬挂带内的手枪配件也有附属。这枪做贼扁，目的还是为了服务于收纳造型，不让这收纳带因为枪的体积而过大。握持之前看一下俩手型啊，这回常态的这握拳手也是做的这种不对称模的，这边有个眼，这边攥的是死拳，设计上没啥倾向，有点寓意不明吧。想握手枪会存在这么个问题，就是握枪的手在开模的时候，拇指和中指的构件是连在一起的，这就导致这个手枪配件它极其难装，就是硬往里塞呀。握持倒是挺紧，但这设计不合理，这俩配件在一起摩擦它也掉漆。原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手捏四标的造型，手型和蝙蝠标都是可以独立的，蝙蝠标给了2套8支，可以完成双手的对应造型。人物的可动和超人基本类似，因为周身较大的维度，所以关节和关节之间互动上本来就有不少冲突。这个产品是在元素体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大腿根的平转，有价值，但是不大。更多的玩家肯定还是想依托这个产品摆出《黑暗骑士归来》里比较有代表性的造型，但是人物因为肩部是没有抽拉关节或是蝴蝶关节的，所以这个造型表现的上半身的舒展感可能就差点意思。而这个腿部本来抬腿幅度不算大，且又受到了一部分裤衩的干涉，这个位置更需求的是咱们上期讲的抽拉关节。且这个造型不推荐摆，一方面是完成度不够高，另一方面产品的腰带不是料色，且涂装比较厚，底衣的颜色又较浅，摆这个姿势很容易蹭焦黄。那么想要完成这个形象，更多的就是借位拍摄。且从这儿就能看出来，这个作品还是缺配置的。比较出色的造型披风应该是鼓励玩家摆一些大动式的形象，但是没有飞行支架，配合产品定位来讲，显然就是比较寒酸的。Chaos 的黑暗骑士归来蝙蝠侠是借由蝙蝠侠形象与素体的契合和面具头雕的高完成度与造型披风的差异化设计，是相对更工整的完成了这个作品框架。但是真人头表现上的相对平庸，加之原作形象，导致这个产品并没有什么称得上有价值的道具配件，值得肯定的双披风配置也仅有其中1套有使用价值，相对的就缺少了点亮并丰富产品的元素，保障自身优势的稳定发挥，并应该继续的为后续每一款产品打好更扎实的基础，才能让产品亮点更显著。优化基础的工程结构位是让当前产品能快速提高完成度的核心需求。那么好了，这期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边富云，咱们下回见。下讲时间，只有单面具头这个配置上我能理解，这个平镜头本身就具备比较强的情绪张力，所以一定程度上能覆盖一个怒头或者说呲牙头。但是有这么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没有对应的头雕配置，你就不要让它出现在包装封面上，不然多多少少有点包装诈骗的意思。放廉价美系上还行，这个定位产品肯定不合适。